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赵丽颖临刷新后续比赛与凤关闭魅惑变化，火辣辣的杨紫化身仙境主力英才，辣眼睛杨紫扮演仙境初级华丽，成为赵丽颖的对手。31岁的宣璐饰演35岁的赵丽颖妈妈，和冯航的投射比武太厉害了。继楚乔的历史之后，赵丽颖临与凤航的新二配合也备受关注。其中最值得怀疑的是后续女主的投射。作为小精灵界的主力大人物，拉梅杨紫在工作中被投影，这让网友们一直在思考他们是否携带现金参加聚会，甚至有网友吐槽媒体不华丽。艺人在第一部作品中，女2号幽兰作为天堂之主的孙女，是3域中最值得关注的女神。自从她对男主星之产生了浓浓的感情，她就变成了女主陈丽的主要情敌，而且意外的巧合一般都找到了陈丽。虽然最后不幸被淘汰，变成了陪衬，但本质上还是妖娆，妖魂充盈，各方面都比陈丽不逊色。更何况以小丑被带入世间的直美杨紫，虽然曾经在特定的剧场版中大放异彩，凭借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但自从一出《我去刘金凤》，情节创作与日式风格相关，具有严肃的地位。滚下！最终在《疯狂》中，该节目不得不删除大量场景。对比和拉美杨紫的投射，扮演亲属角色的玄璐也有争议。话虽如此，其实玄璐很可能是在演小时候的勇敢的女人的妈妈，和赵丽颖根本没有对手，所以没有戏。赵丽颖在风行当创客是一个明白无误的决定。录《楚乔传》的时候，她被迷惑了。剧情不仅经历了结界变化和灌水，还只拍了前作的50%。于是，为了不再出现类似的失误，赵丽颖直接化身为制造者，在内容中主导了话语权的选择，关闭了一切被结界变化蒙骗的机会。你应该意识到，在影视创作中，制作人同样是一个普遍的中心存在。除了对所有消费财务计划和明确的功能问题负责外，他还可以帮助负责人组织明确的日常活动，以及实际查看内容，以及令人惊讶的后期更改。执行行政工作可以说是赵丽颖掌控了整个风行的本质，不会有任意增加和改变的问题。综上所述，赵丽颖在过去的内容上已经跌了一大截。不过，即便是赵丽颖也想出了如何把控内容，但还是有网友表示，他们认为赵丽颖需要监制，又要接拍海量戏份，很难同时兼顾。然而，事实上，这是最有能力的内容的规范。就在您热爱自己的工作时，您是否随时都需要参与整个周期？恰巧，赵丽颖和风航，还有大名鼎鼎的苍兰诀，是九路飞翔的2本书，它的原作是刀与糖的交融，而不是风行的设定，是苍兰诀的对立面。赵丽颖饰演的陈丽，是魔界的碧苍之主，她重回凤凰模特，却被卖家当成鸟，幸好路过的帅哥得到了她。更何况，这个人就是行之，人族神力，在神魔交锋之后，化作了人。林更新饰演的星之，是6域的主神，他细腻而无情。两人在人世间的经历是丰富的，他同样展开了一段可怕的关系，整个故事交织着愉快和残酷。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院长挑选了最近协调过管教的孩子的邓克，他对情节的音乐性有着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指挥。另外，由第一创作者自己调整，所以一般的故事系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上已经进行了绽放千古的示范组。同样，赵丽颖也在凤凰星夜中担任制作人，掌控着整个剧情的走向。我承认这一次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后续比赛不会再出现在冰湖了。觉醒的形象，你是说期待这部剧的传播吗？02三生三世系列又添了一部作品，三生三世补圣莲男女主角肯定值得期待。
三生三世系列可以说是近2年影响人心的影视作品的一个进步。在目前传播的作品中，不仅仅是艺人的选择非常符合人群，饥饿和剧情可以不断地带来各种情绪。三生三世系列传出后，绝大多数的老庄玄幻类影视作品几乎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它还从其他方面显示了此集合的完成情况。现在目标市场知道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源和三生三世枕书虽然是合集，但演员的选择基本上是一种延续。现在它不再像戏剧一样让人感觉。杨幂和她的演员高伟光、迪丽热巴也是近几年非常出名的演员，他们的出场能力更加出色，能够快速将目标市场替换为剧情的爱恨交加。原片上映后的反响和口碑都非常出色，使得13电影《三生三世不生莲》变成了接近开拍，获得了目标市场的强烈期待。近日，有关这部电视剧及发售的消息在网上疯转，也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当然，在最近的影视作品的指导中，任何人都应该最大程度地参与到主要演员的选择上。因为公映的消息被查出，所以男女主角也都被曝光了。当然，最好是在互联网上进行小型交流，并不总是认识到他是否有可能通过他们的方式在最后执行。不过，从现代情况来看，应该说被查出的演员与目标市场的想法非常吻合，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期待。在拍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后续的《三生三世枕上书》时，还通过众多观众的方式对一批非主演角色进行了甄试。连哥是其中之一。一个人当时通过李东恒的方式变成了表演者。虽然现在关于他的情节已经不多了，但还是和原画非常吻合。这变成了通过真实方的方式获得的认可。不过，由于现在李东恒的私名已经不是很过分了，所以在影视作品拍完之后，曝光率并不总是很高。这一次，连松在《三生三世补圣莲》中的角色，变成了近年名声大噪的著名青年学者龚俊的演绎。龚俊最近在东方月的演出也让他产生了不小的兴趣。如果《三生三世不生莲》再选上他，肯定会让他的出场职业直接达到巅峰。在得知连松的选角消息后，不少网友还表示，龚俊可能非常适合这个职位。他一个个颜值都出众，现在绝对是目标市场的宠儿，连宋现在也成了话题。通过龚俊的方式被传递得非常过分，这从其他方面暗示了龚俊的私人魅力可能是非常过分的。而与连宋搭档的程宇，如今的位置却是被称为千百年来空前绝后的鞠婧祎。于这个位置的专业性并不总是过分，任何人的回忆都不是很多，但他们很可能意识到这个位置和连松在剧情中肯定是相爱的，而且他们对之前的事情了解不多故事。由于连宋和程宇的故事要独播，所以两位主角需要挑选现在比较出名的演员。除了非常善于运用话题的龚俊之外，鞠婧祎也能有效地带领这部影视作品更出名。过去，鞠婧祎出演了很多服饰影视作品，她的着装照片同样非常符合目标市场的审美。最应该害怕的就是鞠婧祎的出场能力。过去，鞠婧祎经常成为舆论中的内线，因为前期的内线，她过分标榜自己是4000年来罕见的辉煌。尽管她的长相确实很出众，她并不总是像4000年那样令人向往。这有点远，但它不能帮助人们感觉到它仍然在夸大自己。但总的来说，通过目标市场的方式，它比那些糟糕的想法更受欢迎。可以说，这些主要演员的选择仍然引人注目。如果他们确实采取了行动，那么希望导演能好好的测试一下，尝试把《三生三世补生莲》做得更高，以修化和供给目标市场有更高的认知度。像鞠婧祎这样的演员，因为演技而饱受诟病，也想付出独特的兴趣，不要简单的做电视剧里的花瓶。毕竟，当你考虑要成为一名演员时，
你需要越来越多地磨练你的表演能力。好吧，任何人都会一步一步地理解错误一两次，但是我们需要在未来更难的绘画。权力是唯一的出路。对于三生男女主的选择，你还有什么想法吗？03，李易峰因卖淫被拘留。央视现身打脸，杨幂、赵丽颖、杨洋等几位明星被牵连。我希望李易峰3个字是活在自己的影视作品中，是活在一个年轻人对这个时代的社会责任感，是活在公众人物身上，以自己的言行行事为目的承担，而不是不如生活在每天发律师函辟谣，每天与谎言做斗争，每天因为一场莫须有的事件的虚幻热度占用公共资源。这是李易峰被传嫖娼后通过个人账号发出的长文中的一段。在他和他的工作室发表澄清声明后，李易峰写了一小段1000字，希望人们理性吃饭，不要被媒体牵着鼻子走。没想到李易峰和他工作室的澄清声明和小论文一发出就被平台屏蔽了。这是李易峰被认为有麻烦的锤击的前奏。该公司因卖淫被拘留。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您正在进入的内容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记者通过权威渠道了解到，李某某就是李易峰。随着李易峰因卖淫被拘留上了热搜，与他有关的作品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过去每当艺人陷入困境时，受其困扰的必然是在电视剧等作品中，而李易峰更是名声在外，与众多流量明星合作过，造成了很多往年代表作。最先发生在李易峰身上的是前搭档杨幂、赵丽颖、杨洋等几位明星都有牵连。公司作品包括杨幂、迪丽热巴的《古剑奇谭》《锤星》，赵丽颖、杨紫的《青云志》，周冬雨、张若昀的《麻雀手记》等。《盗墓笔记》与杨洋、唐嫣都面临下架的风险。明星妓女问题多次成为社会热点，对社会价值体系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希望娱乐行业相关行业协会加强对艺人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珍惜社会给予艺人的发展机遇，尊重法律和道德。虽然很多爆料都被证实是真的，但这种抢先国家当局爆料的做法并不是我们提倡的。不粉饰任何负面公众人物或为其辩护是最基本的崇敬形式。任何时候，在生活中都必须如履薄冰。傲慢自负会毁掉一切前景，每个人都应该以此为警告，保持尊重和谨慎说话。